同学们好，现在我们学习中医望诊的五色主病。五色是指的五种病色，青、赤、黄、白、黑五种病色。病色可以反映不同的脏腑的疾病，比如青、赤、黄、白、黑分别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的病变。病色还可以反映疾病的不同性质，比如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所以根据病人的面部五种颜色的变化，用于诊病的方法就是五色诊病，又称为五色诊。下面我们重点学习五种病色的具体表现和主病意义。中国人皮肤颜色中应该有这三种颜色：红、白、黄。因此，我们先从这三种颜色学习。首先，我们学习第一种面色，红色。红色又称为赤色。我们先来看这些照片。第一组照片，3个人，头2个人满脸通红，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在发高烧。第3个病人是由于高血压病、肝阳上亢表现出来的满面通红。这些满面通红都是热盛血壅、脉络充盈所导致的实热症。而下面这一张图片表现的是两拳出现有红色，而且常常是以午后两拳潮红为主要表现。这种午后全红通常是属于阴虚阳亢、虚火上炎的虚热症所引起的病变。所以红色的面容主要见于热症，既可以见于满脸通红的实热症，也可以见于两拳潮红的虚热症。另外，我们来看这张照片，这是一个久病重病的病人，面色苍白，但是在临终前突然出现两拳泛红如妆，而且游走不定。这种表现见于带阳症，它是阴盛隔阳、虚阳浮越、阴阳离绝的前兆，这是一个危重症候。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红色主要与热症有关，也可以见于带阳症，但是在我们生活中，带阳症通常不容易见到。第二种面色，白色。白色有3种变化。第一种白色面容叫做淡白无华，伴有唇舌色淡。这里的淡白是指的红色浅淡、白色增多的表现，无华是指没有光泽。红色是指血色，因此红色浅淡说明血色不足，所以淡白无华通常是属于血液亏虚，不能够善溶于面所引起的颜色的变化，主要见于血虚或者是失血症。第二种白色面容称为黄白而虚浮，黄白是指的白而发亮，因为它有水肿。这种面容主要是由于阳虚水泛所引起的病变。阳虚运血无力，就会表现出白色；阳虚又不能够蒸腾水液，水液泛溢肌肤，就会出现浮肿。所以黄白而虚浮主要见于阳虚水泛的病人。第3种白色面容称为面色苍白，这是一种白色面容中兼有一种青的颜色变化，即白中兼青，中医称之为苍白。这里的青主要是与淤血阻滞有关，因此苍白通常是属于阳虚或者是寒淋导致了血液运行不畅而表现出来的病症。所以白色面容主要与虚症有关，尤其是血虚。气虚和阳虚不能够运血，也可以导致白色。另外，阳虚的虚寒症或者寒邪的实寒症也可以导致白色。失血可以认为是血虚的一个重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白色的面容的核心病变应该是以血虚和寒症为主。第3种，我们来看看黄色。黄色对应的脏器是脾，所以黄色主要与脾病有关。我们首先来看看前2种黄色。第一种是面色萎黄。面色萎黄的萎是指的枯萎，萎黄是指的淡黄而憔悴，没有光泽的一种表现。萎黄多是由脾胃虚弱、精微生成不足
机体失阳所导致的病变。所以面色萎黄主要见于脾胃气虚症。如果面色萎黄持续发展的话，这种萎黄可以在后期出现浮肿，而见面色萎黄兼有浮肿，我们称之为黄胖。下面这一个人就属于面黄而浮肿的表现。黄胖是属于脾虚湿运、水湿内停、泛溢肌肤所引起的病症，所以黄胖主要见于脾虚湿运症。所以在生活中，黄色的面容最常见的就是脾虚的病变。另外，湿邪容易困脾，也可以见到黄色的面容。湿邪困脾导致的黄色称为黄疸，它是以面目一生俱黄为主要的表现。下面这两种黄色，第一种黄色是黄色鲜亮，像橘子皮的颜色，所以描述为黄色鲜明如橘子色。这种黄色又称为阳黄，通常是由于湿热交蒸、淤积肝胆，导致了胆汁不循肠道而外溢于血液所引起的病变。因此，阳黄主要见于湿热症。第二种黄色是黄色晦暗，像烟熏的颜色，所以描述为黄色晦暗如烟熏。这种黄色又称为阴黄，它主要是寒湿瘀阻、胆汁外溢所导致的病变，因此阴黄主要见于寒湿症。无论是阳黄还是阴黄，都与湿邪困阻有关，因此古人有湿乃黄疸之源之说。综合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黄色主要的病变与脾虚和湿症有关。脾虚的病变在脾，湿症的病变也与脾有关。所以黄色的病容根源就在于与脾病有关，可以见于脾的虚症，也可以见于湿困脾的实症。第四种，我们看看青色。青色通常与淤血阻滞有关。第一种青色就是面色淡青或者是青黑，这种淡青和青黑是由于寒邪收引、气血凝滞所导致的病变，或是由剧烈的疼痛导致了经脉拘急所引起的。所以面色淡青或者是青黑，主要见于寒症或者是剧痛的病症。第二种青色就是面色和口唇青紫，或者是突然面色青灰、口唇青紫、知凉漫微的病人。这种病人通常与心的阳气亏虚，或者是阳气暴脱、心血瘀阻有关，或者是肺气闭阻、呼吸不利所导致的病变，它与阳气亏虚、血行瘀阻有关。第三种青色就是面色青黄。面色青黄就是面色青黄相间，又称为苍黄，就是黄里面带有一种青的颜色的表现。青主肝胆的病变，而黄主脾的病变，所以这种青黄的面容通常是由于肝郁、血行不畅、脾虚、精微不足所引起的病症，通常见于肝郁脾虚、胁下征疾的病人。第四种青色见于小儿眉间、鼻柱、唇周出现青筋，通常见于小儿高热、精分抽搐症，这是由于邪热伤津，导致了血液浓缩凝聚而出现瘀阻，所以见于小儿眉间、鼻柱、唇周发青。综上所述，青色的面容主要与寒症、疼痛、气滞、血瘀和惊风有关，其中寒症可以引起淤血阻滞，气滞可以引起淤血阻滞，高热惊风也可以引起淤血阻滞。所以青色的面容与淤血阻滞关系最为密切。第五种就是黑色，黑与肾的病变有关系，它主要与肾虚有关。我们先看看这两个病人，一个是面黑而暗淡，这主要是与肾阳虚有关，这是由于阳虚水寒、血湿温煦所导致的病变。另外一个是面黑而干焦，这个是属于阴虚火旺、虚火灼阴引起的肾阴虚症。
所以不管是面黑暗淡还是面黑干焦，都是与肾虚有关。面黑暗淡是肾阳虚，面黑干焦是肾阴虚。另外，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眼眶周围发黑的病人，我们称为熊猫眼。这种熊猫眼通常与肾虚有关，它通常见于阳虚寒淋、水湿停聚的肾阳虚水泛或寒湿带下的病人。此外，还有一种面色发黑是面色黧黑、肌肤甲错，这主要与淤血阻滞、肌肤失阳有关。综上所述，黑色的面容主要与肾虚、寒症、水饮和血瘀有关，其中肾虚是黑色面容最核心的病变。以上就是我们所讲的五色主病的内容。在望色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要整体为主，荣枯为要。临床望色的时候，应该以病人的整体面色和肤色为主，并以面色的荣润、含蓄和晦暗枯槁作为判断病情的轻重和预后的主要依据。第二个就是要知常达变，综合判断。因为五色诊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作为诊断依据，因此望色的时候需要把病人的面色与周围人群的常色做比较来加以判断。比如，病人属于某一个局部色泽的改变，还可以与自身对应的部位正常肤色进行比较。当病人因为原来的肤色较深不易发现其他的病色，或者因为病情复杂，面色和病情不相符合的时候，则需要观察病人的体表其他的病变部位的颜色的变化，并结合其他的诊法进行综合判断，以免造成误诊。第三个就是要排除干扰，辨别假象。面部的色泽除了因疾病发生异常改变外，还与气候、光线、昼夜、情绪等等非疾病因素的影响有关。所以望色诊病的时候，还应该排除这些因素的干扰。比如，首先是光线，有色的光线会使面色发生相应的色调改变，所以望色诊病时应该在自然光线下进行。如果没有自然光线，应该在无色的光线下进行。其次就是昼夜，白天胃气浮于表，所以面色光辉万映；夜晚胃气沉于里，则面色比较隐约内寒。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情绪的影响，比如喜则神气外扬，所以面色容易发红；怒则肝气横厉，所以面色容易发青；忧郁则气病于中，所以面色容易发沉；思虑过度则气结于脾，所以面色发黄；悲忧而气消，面容色泽就会消减；惊恐就会导致精神涣散，而导致面色发白。最后，我们还要注意一下饮食的影响，比如喝酒以后脉络扩张，就会表现出面红目赤；吃饱饭以后胃气充盈，所以表现出面色荣润有光泽；饥饿过度就会导致胃气消减，面色和光泽度都会消减而少气。以上是望色的注意事项，望色的内容就上到这里。